李长寿略作思索，却也不好替师傅在这种事情上拿主意。就如同他劝师傅时所说的，师傅跟师伯的转世之身只能够顺其自然。到此时，对于师傅来说已经算是没有了太多遗憾。地仙，李长寿的心底沉吟几声，突然有些怀念地三仙的口感，便对灵娥传声点菜。等这边诸事结束了，9字时仙还要去小琼峰上庆祝呢。今日的主厨便是灵娥和许荣灵力。九雨师拜师礼成，掌门带着各位长老向前为忘情上人贺喜。李长寿还要忙天庭与龙族出征之事，对着灵娥叮嘱几句，便悄然离开了忘情居。然而他刚驾云飞出破天峰，九呼就从后面追了上来。长寿啊，且等等。李长寿停下云头，转身行礼，又笑道：师伯这般着急前来，可是又没单了？单还够，单还够。九乌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跳到李长寿的云上，低声道：那个有件事儿要跟你商量下。你还记得吗？我跟你师父在凡所抓回来的那名狐妖啊，用媚术给咱们弄了不少麻烦的那个。啊，自然记得。他不是一直在地脉下镇压着吗？那你可还记得他身上有一些功德之力？李长寿老老实实的点点头，这次倒是没有打断九乌，示意九乌一次性把话说完。九乌沉吟几声，言道：最近这数月啊，东胜神州和中神州各处都有一股妖族势力在寻找这只狐妖。根据几位外出执事带回来的消息，这股势力搜寻的这只狐妖，其外貌失踪的特点跟咱们抓回来的那只完全吻合。李长寿闻言略微皱眉：师伯说的这个势力很强吗？他不是强不强的问题啊。这个势力的背景错综复杂，在中神州也算小有名气。在这个势力背后，有在蛙皇宫中侍奉圣人老爷的侍女，也有在上古人族几乎被灭族时好心收留过人族火种的妖族高手，还有咱们人族先贤中有位帝君享3000后宫，这一族身后还站着2位人族先贤的爱妃。你我上次抓的这只狐妖，好像跟那位先贤也是沾着亲带着故，而且这股势力从未参与过妖族与人族纷争，一直在避世修行，大多数仙门都会给他们几分薄面。先贤3000后宫，轩辕皇帝。听罢九乌言说，李长寿也是略微头大。话又说回来，轩辕前辈的后宫3000组成成分为何如此错综复杂？莫非收集各族女子还有什么修仙羁绊加成？未知领域，未知领域。李长寿问：此前这些年为什么没有人找他？好像是那一族都以为他在哪里修行，似乎是近来才发现他失踪，又推算出他被炼气士捉住了。还好当年没直接打杀了，不然现如今这事儿乐子当真大了。咱们此前不知有这股势力吗？九乌轻轻一叹，解释道：咱们渡仙门离着中神州较远，之前确实没往这方面考虑。门内几位长老已知晓此事，此事也有些进退两难。若是将那狐妖直接放了，平白落咱们人教道成的面皮，且让人觉得咱们渡仙门怕了这股妖族势力。但若是不放，看对方的架势，似乎这妖狐在他们族内地位不低，很可能又会引发一场劫难。长寿啊，你素来主意多，这事可有什么好法子？李长寿缓缓点头，心底已经是有了复案。他笑道：师伯，我倒是有一策，应该可以让此时平稳度过。
师伯可以限于门内长老，让长老们自行定夺，是否如此行事？哦，快说来。师伯附耳过来。如此，这般。李长寿在九乌的耳边嘀咕了一阵，九乌的浓眉之下那双大眼渐渐闪烁出光亮。好，我这就去禀告各位长老。师伯莫急，此事只要咱们占领，其他不足为虑。他们一族背景复杂，咱们渡仙门也是人教道成。九乌连连点头，匆匆朝着赏罚殿而去。李长寿驾云飞在不高不低的高度回了小琼峰上，心底又前后的推算了几遍自己刚才所出的计策，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毕竟他们也没对狐妖做什么，只是关在那儿。当年为了研究新火烧仙石毒丹，李长寿倒是让这只狐妖出了一点力，用了几次媚术。仔细想来，这应该出不了什么问题。更何况今日之渡仙门已非当日被文静道人随便弄一些傀儡就能欺负的渡仙门了。不说其他，单说李长寿最近研究的灵豹指道人，其实已经能够用到实战当中了。他可以给最新型的半成品指道人注入自己的金仙境法力，达到将满未满的水准，再用普通的指道人带着灵豹指道人潜伏到敌军聚集之地，用普通指道人为灵豹指道人继续灌注仙力，冲击金仙境的临界点，引发一场不亚于半部金仙炼气士自爆的爆炸。这就是修仙的艺术。李长寿并不想真的动用这一招，毕竟这些指道人都是小琼峰上的灵术们辛苦的产出，他所做的大部分准备不过是为了以防万一。狐妖，背景复杂的妖族势力。李长寿心底突然蹦出了一个名号，妲己。准确来说，应该是九尾妖狐。妲己不过是凡人女子，被妖狐附身。妲己应该跟被镇压的狐妖无关，但是这个势力或许就是妲己的出身处。毕竟能被圣人老爷选中，九尾妖狐应非普通妖族那么简单。算了，想这个也没什么用，封神之事已经与我没有什么关联了，还是多想想明天晚上的大战吧，顺便查漏补缺，看看我有没有留下会被旁人利用的缺口。回了丹房，往摇椅上一躺，2夜1日匆匆而过。当李长寿的指道人与浩浩荡荡的天兵一同飞出南天门时，李长寿也分心用仙石看脸小琼峰灵湖旁边的情形。那里九字九仙灵娥、有琴、灵丽与刘燕儿、王琦几人正聚在一块儿喝酒庆祝。刚拜师的九羽师十分的腼腆，却在久久的怂恿之下，红着脸蛋拿着自己的佩剑，在灵娥纸人乐团的奏乐声中持剑起舞。热闹的边缘，齐元老道已经恢复了平日里的模样，盘坐在湖边草屋中静心打坐，深州道韵环绕，嘴角带着少许微笑。李长寿不由莞尔，躺在摇椅上静心凝神，全心应对天庭战事。于是半天后，如果问玉帝陛下现在是什么心情，估计只能是很后悔。玉帝以为的率军出征，手持天剑，身着金甲，胯下骑乘洁白天马，面对着无数魔气环绕的妖魔，持着天剑高声呼喊，为了天庭，然后率领一批批天兵天将冲锋陷阵，浴血厮杀，弘扬天地之正气。然而实际上的率军出征，启禀元帅，各部已入埋伏区域。报！3500余只深海妖族被引动，经探查9成身染业障。报！敌军已入埋伏，龙族各部准备就绪，静等元帅之令。高空之中，层层白云汇聚之所在，
数千天兵簇拥着几只座椅。天庭荡妖元帅华日天与督军东木公总调度李长寿，连同一位龙族十全长老一同坐在此地。不断有传令兵疾驰而来，将接受到的讯息大声喊出。李长寿笑着道一句：元帅，事不宜迟，请下令吧。玉帝化身看着李长寿，眼底冒出了少许的疑惑，似乎在说：元帅就是干这个的？李长寿笑着眨眨眼，给了玉帝化身一个肯定的信号。玉帝化身嘴角一撇，咳了一声，开口道：各部出击，全歼妖魔。听着略微有些有气无力。是。传令兵应答一声，转身跳出10丈，手中拿出一面法宝令旗，迅速地挥舞，军令化作一道道流光，朝着南海各处落下。稍顷，南海之中灵力动荡，海面掀起了层层波涛，妖兽的咆哮声，苍龙的怒吼声，天兵天将的喊杀声直冲云霄。东木公和李长寿以及那位龙族长老都是气定神闲，各自等待。而身为主将的玉帝化身却是禁不住站起身来，手握佩剑，定声道：为主将者当与众将士一同奋战，如何能在此地畏缩不前？元帅，李长寿劝道，将与帅有所不同，身为3军元帅便须统观全局，若去冲锋陷阵，大军无首，恐危矣。东木公也道：不错，日天元帅莫急，冲锋陷阵是众将之事，元帅还需着眼大局。华日天闻言点点头，坐回了自己的位置，继续静静等待。换句话说，他若是不册封自己的化身，现在刚好是如他所想的那般，在海水中领一支兵马与那些海中的妖魔酣战。玉帝看了眼李长寿，传声道：海神，海神，长庚爱卿。李长寿扭头看了过来，传声问：陛下，怎么了？玉帝化身道：你来主持大局，吾下去与各位将士一同厮杀。从调兵行军到埋伏布置，都是你跟木工在做，吾的作用莫非就是下一句令？哎，陛下，您是3界主宰，爱卿可知吾自从做了玉帝，每日是何等的枯燥，可算等来这般战事。眼见玉帝陛下就要开始吐槽了，李长寿沉吟2声，传声道：陛下，待南海战事稍平，去西海扫荡妖魔时，小神拉住东木公，您可以亲率大军除妖。只不过陛下还需要顾好自身，等咱们转战西海，西方教也当反应过来，或许会从中作梗。善。玉帝化身顿时来了精神，端坐在座椅中，等候捷报回传。不多时，下方的海面上多了一具具满是伤痕的庞大尸身。一座由数万天兵合力撑起的大阵，笼罩了方圆3000里的海域，让此地的动荡不至于波及太多海中生灵。2个时辰后，南海大战落下帷幕，天庭兵马与龙族兵马合并一处，朝着海中大妖聚集之地掩杀而去。按开战前李长寿与东木公商量的规矩，若身有业障的妖族，直接将其妖魂毁灭，不留后患；若未有业障的妖族，收入天庭锁妖塔中，待寿元殆尽，自行轮回转世。厮杀半夜，天将拂晓，天庭与龙族兵马齐聚南海边缘，浩浩荡荡开去西海，马不停蹄地奔赴下一处大战之地。南海妖族被征伐时，西海的深海妖族准备连夜撤走，自西海的天涯海角离开五部洲，半路却被龙族派兵阻击，大半被堵在了西海边缘。而这一次，李长寿也按照自己与玉帝化身约定的那般，拦住了东木公，并提议由天庭荡妖元帅华日天亲领一支兵马，万里奔袭西海群妖。看着华日天冲在最前方的背影，东木公皱眉道：这年轻人
怎么如此沉不住气？回去之后，当真要向陛下揍他一本。海神，你我不如联名上奏。这个就不必了，穆公自己来就是。李长寿笑道：华将军既已经带兵前往，大局还要穆公来控制。东穆公略微摇头，看着华热天的背影，有些恨铁不成钢。也正此时，一朵白云从西海深处急速飞来，拦向了天庭众兵马。李长寿的先是探查过去，因此时距离较远，只能够模糊地看到，那是一名背着大葫芦的褐衣老道，独身一人拦在天庭龙族大军前冲的云路上，浑身散发着强烈的威压。这老道冷冷开口，将背上那只紫中泛白的大葫芦取下，托在掌心，目光凝视着冲在最前方的天庭天将华日天。天庭何意啊？非要将妖庭遗孤赶尽杀绝不成？天庭如今还真是威名不显，数万天兵与龙族精锐先骄兵混成的前军，此刻气势正盛，竟然还有人敢半路阻拦，重点是还真拦下了。半路窜出的这一名老道，气息浑厚，威压强烈，自身的道境远非金仙可比。李长寿如今的修为境界还算勉强能看，也近距离接触过大法师赵大爷、温柔如水的云霄仙子等圣人之下的顶尖高手，